Google 高調發布了 Gemini 3，震驚了全世界，連 Sam Altman 也對 Gemini 3的發布表示祝賀。他在 X 上發文說，看起來是個很棒的模型。更加讓市場震動的是 ，Google 說這個劃時代的模型完全是用自家的 TPU 晶片訓練出來的。這個消息一出，英偉達馬上發了一篇聲明，表面上恭喜 Google， 但字裡行間卻在強調自己的 GPU 才是業界標杆。網絡上甚至有人開玩笑說，英偉達的恭喜是帶着憤怒表情的恭喜。而在股價表現方面 ，AI 的絕對王者英偉達在創下歷史新高後，股價進入了盤整期，漲勢趨緩。但另一方面，一家大家可能沒那麼關注的公司博通，股價卻悄悄地加速上漲，過去3個月漲幅驚人。這一系列的事件讓市場上出現了2種截然不同的聲音。一種聲音認為，科技巨頭們正在去英偉達化，英偉達的護城河正在被侵蝕，它的處境很像2000年互聯網泡沫中崩盤的 Cisco。但是有另一種聲音認為，英偉達的生態系統堅不可摧，營收和訂單都還在屢創新高，現在的挑戰不過是成長過程中的小波瀾。那麼真相到底是什麼？英偉達會步上 Cisco 的後塵嗎？ TPU 真的能取代 GPU 嗎？作為投資者，我們又如何看懂這場愈演愈烈的 AI 晶片戰爭，找到其中真正的投資機會？今天這條影片，我會帶你從一個客觀中立的角度深入剖析這場變局。我們會說清楚 GPU 和 TPU 的根本區別，分析英偉達真正的護城河到底是什麼，並且用最詳實的數據理性探討 Cisco 的歷史到底會不會在英偉達身上重演。這是一場關乎未來10年科技產業格局的深度分析，看懂了你才能在眾說紛紜的市場中保持清醒，做出正確的判斷。我們馬上開始。要理解這場晶片戰爭，我們首先要明白 AI 的遊戲規則已經徹底改變了。這一次的改變者是 Google。很多 AI 都能聲稱自己是 agent， 但 Google 的 Gemini 3不再是講故事，而是直接拿出了3個核彈級的武器，徹底引爆了戰場。第一，硬實力的碾壓。Gemini 3在多個權威的 AI 評分榜單上，直接超越了 OpenAI 最強的 GPT 5.1。比如在衡量博士級推理能力的 GPQA Diamond 測試中，Gemini 3 Pro 拿到了 91.9% 的高分，超過了 GPT 5.1的 88.1%。在 LM Arena 這個被譽為 AI 模型競技場的排行榜上， Gemini 3更是以1501分登頂第一。這不是小修小補的進步，這是王座的更替。就連軟體巨頭 Salesforce 的 CEO 都公開宣布，準備棄用 ChatGPT， 全面轉向 Gemini 3。第二，生態圈的降維打擊，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。Gemini 3發布的第一天，就無縫整合進了 Google 的全家桶 ，Google Search、Gmail、Workspace。OpenAI 還在努力拓展它的企業客戶，而 Google 一聲令下，就将全世界最強的 AI 模型直接推送到了超過20億用戶的面前。你每次的搜索，每一封郵件背後都可能有 Gemini 3在提供支持。這場戰爭還沒開打，一方就已經佔領了所有的核心要道。第三，徹底的獨立自主。Google 在發布會上非常自豪地宣布 ，Gemini 3的訓練和推理100%由自家的 TPU 晶片完成。這句話才是對英偉達最沉重的打擊。他用實際行動向全世界證明，沒有英偉達，我照樣能訓練出地球上最強的 AI 模型，並且部署給20億人用。這3個武器一亮出來，就解釋了為什麼科技巨頭們都開始追求更高效、更專用的晶片。因為 AI 的競爭已經從模型好不好的單點競爭，變成了模型加生態加晶片的立體戰爭。另一個趨勢是 AI 的實體化，最好的例子就是特斯拉。馬斯克為什麼不惜血本也要堅持自研 FSD 晶片和 Optimus 機器人？因為無論是自動駕駛還是人形機器人 Optimus， 他們都需要在物理世界中進行即時的海量的數據處理和決策，這個對晶片的功耗、延遲和成本都有極其苛刻的要求。通用的 GPU 就像給機器人裝了一個耗電巨大的電腦主機，既不經濟也不高效。馬斯克的選擇和 Google 一樣，都是走向客製化晶片 ASIC， 他們要為自己的特定任務打造最優化的專用大腦。這2大趨勢 ，AI 的專用化和實體化，已經從英偉達一家獨大的訓練時代，進入了百花齊放的推理與定制時代。這就引出了我們接下來要討論的核心問題 ：GPU 和 TPU 到底誰更適合這個新時代？要理解這場晶片戰爭，我們首先要搞清楚2個主角 ：GPU 和 TPU。它們到底有什麼不同？很多人把這場競爭看作是 TPU 要取代 GPU， 但這其實是一個誤解。我給大家打個比方，這就像比較瑞士軍刀和手術刀 ，GPU 就像一把功能強大的瑞士軍刀，
它最初是為了處理複雜的圖像渲染而設計的，裡面有成千上萬個計算核心，可以同時做很多不同的事情。後來大家發現，這種大規模並行計算的能力，恰好非常適合用來做 AI 模型的訓練，所以 GPU 就成了 AI 時代的寵兒。它的優點是通用、靈活，什麼都能做一點。TPU 是 Google 專門為 AI 計算打造的手術刀。它的目標非常專一，就是處理神經網絡中最核心、最耗時的運算——矩陣乘法。它把所有資源都集中在這件事情上，犧牲了通用性，換來的是在特定任務上的極致效率和低功耗。所以 TPU 會完全取代 GPU 嗎？答案是不會，至少在可預見的未來不會。它們更像是兩種不同賽道的選手。GPU 憑借強大的生態系統，特別是 CUDA 平台和靈活性，在需要處理多樣化任務、兼容各種 AI 框架的場景中，依然還是首選。而 TPU 在那些可以大規模部署、對成本和功耗極其敏感的超大型數據中心裡，展現出巨大的優勢，尤其是在推理環節。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市場會對英偉達的未來產生一絲憂慮。而這場造星運動的背後，還有一個關鍵的推手。當 Google、亞馬遜、Meta 這些科技巨頭都想擁有自己的手術刀的時候，他們發現從零開始造一把手術刀，技術門檻非常高。這個時候，博通的角色就凸顯出來了。博通它不像英偉達那樣直接賣武器，而是扮演了一個兵工廠顧問的角色。它擁有大量現成的晶片設計 IP 和成熟的設計流程，可以幫助這些巨頭快速高效地打造出他們想要的客製化晶片 ASIC。這就好比以前所有軍隊都只能從英偉達這個軍火商那裡買標準步槍，現在各個軍團的將軍想根據自己的戰術需求打造專屬的武器，他們找到了博通這個頂級的武器設計顧問。博通對 Google 說：“你想造 TPU 是吧？沒問題，我這裡有現成的設計模塊，我來幫你整合，你專注於你最擅長的演算法部分。”於是 Google 的 TPU 在博通的協助下快速迭代。根據市場分析，最新的 TPU 在特定推理任務上的性價比已經非常有競爭力。這就是博通的商業模式，它不跟任何一個巨頭為敵，而是成為所有巨頭的合作夥伴。它賺的是幫助巨頭們實現晶片自研、降本增效的錢。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在英偉達股價盤整的時候，博通的股價能夠異軍突起。這個趨勢也讓我們不得不重新審視英偉達的未來。它真的會像25年前的 Cisco 一樣從雲端跌落嗎？把英偉達跟2000年崩盤的 Cisco 對比，兩者之間確實有一些驚人相似的地方，這些都是我們作為投資者必須警惕的風險信號。相似之處，第一，天價估值。在2000年泡沫頂峰 ，Cisco 的市盈率高達恐怖的234倍，而英偉達現在的市盈率是45倍左右，屬於比較高水平。高估值就意味着股價對未來的增長已經有了非常高的預期，任何不及預期的風吹草動都可能引發劇烈回調。第二，超高毛利。當年 Cisco 的毛利率也超過了60%，而英偉達最新財報的毛利率也達到了驚人的73.6%。這麼高的毛利率能不能在日益激烈的競爭裡維持，是一個巨大的問號。第三，客戶變對手。當年 Cisco 的客戶，後來很多都成了他的競爭對手。今天，英偉達最大的幾個雲端服務客戶，也正是去英偉達化最積極的公司。Cisco 的歷史告訴我們一個殘酷的教訓：就算你投資了一家偉大的公司，如果你買入的價格過高，也可能要忍受長達數十年的虧損。從2000年的高點算起 ，Cisco 的股價直到今天都還沒有回到當年的高位。但是，我們也必須客觀地看到，英偉達和當年的 Cisco 存在着本質的區別。簡單的將兩者劃等號，可能也會讓我們錯失機會。第一 ，Cisco 當年賣的是路由器、交換機這些硬體產子，但英偉達今天賣的不止 GPU 晶片，它提供的是一個完整的 AI 數據中心解決方案。從硬體的 DGX 伺服器到軟體的 CUDA 平台，再到高速網絡互聯技術，這是一個龐大而封閉的生態系統。開發者一旦習慣了 CUDA， 遷移到其他平台的成本非常高。這條軟體護城河是 Cisco 當年不具備的。第二，我們來看英偉達最新的財報。2025年第3季度，它的总營收高達570億美元，其中數據中心業務貢獻了512億美元，占比接近90%，年增長率高達66%。這說明英偉達已經成功的從一家遊戲顯卡公司轉型為一家 AI 數據中心公司，它的增長引擎依然非常強勁。
第三，2000年的互聯網經歷了第一次大爆發後，面臨的是需求的突然放緩和泡沫的破裂。而今天的 AI 還處於 S 曲線的早期爬升階段，無論是 AI agent 的普及，還是自動駕駛、科學計算對算力的需求，在未來10年可能依然是指數級的增長。所以，英偉達會是下一個 Cisco 嗎？這個問題沒有簡單的答案。看空的會說，歷史不會重複，但會押韻。高估值、高毛利，客戶變對手，這3大風險是客觀存在的。看多的會說，英偉達用軟體生態和完整的數據中心解決方案，建立了一條 Cisco 當年沒有的護城河。AI 的市場空間也遠比當年廣闊。作為投資者，我們的工作不是去賭哪一方會贏，而是要客觀地評估這2方面的論據，並且密切跟蹤關鍵指標的變化，比如毛利率的走勢、大客戶的訂單變化等等。好了，在分析完英偉達、Google 這些公司之後，我們把視角再往上游移動一環，來看一看那個所有人都無法忽視的角色——晶圓代工廠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台積電。目前無論是英偉達最強的 GPU， 還是 Google 最新的 TPU， 又或者是博通協助設計的各種 ASIC， 他們的生產製造都高度依賴台積電的先進製程。這意味着台積電的產能決定了整個 AI 產業的軍備競賽能推進多快。它的重要性就在第一，先進製程技術，比如3奈米、2奈米技術，這些是晶片性能的基礎。第二，先進封裝技術，比如市場上一直供不應求的 CoWoS， 这個技術是把 AI 晶片和記憶體高效整合在一起的關鍵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個晶片停車塔，它能把不同的晶片用最高效的方式堆疊起來，讓它們協同工作。目前這個停車塔的建造能力，絕大部分都掌握在台積電手上。因此 CoWoS 的產能就成了 AI 晶片供應鏈的限速器。這也意味着，就算英偉達設計出了再好的 GPU， 如果台積電的 CoWoS 產能跟不上，也沒有辦法轉化成市場上的實際供應。這個對於我們評估英偉達的未來營收增長是一個必須考慮的變數。所以，把晶圓代工廠納入我們的分析框架，而是為了讓我們能夠更全面、更客觀地去評估英偉達、Google 這些公司的潛在機會和風險。要注意的是，投資台積電還要考慮多個因素，例如地緣政治。好了，今天我們從一個中立的角度深入分析了這場 AI 晶片戰爭。我們來總結一下今天的核心觀點：第一 ，AI 的遊戲規則正在改變，從聊天到做事，從雲端到實體，這2大趨勢決定了 AI 晶片市場正在走向多元化和定制化。第二，英偉達面臨的挑戰是真實的，來自科技巨頭自研晶片和 ASIC 的競爭正在挑戰它過去的壟斷地位，我們必須要正視裡面的風險。第三，英偉達的護城河依然強大的，它圍繞 CUDA 平台和數據中心解決方案建立的生態系統，是 Cisco 當年不具備的巨大優勢，而且目前的業績增長也依然驚人。看懂了底層的商業邏輯，看清了這場戰爭的迷霧，你就已經比市場上90%的投資者站得更高，看得更遠了。看懂了基本面，就像你看懂了一輛跑車的性能有多好，但是如果你不知道什麼時候踩油門，什麼時候該剎車，你依然會在賽道上翻車。投資也是一樣，英偉達是家好公司，但如果你在錯誤的時間進場，你還是會虧錢。Cisco 的歷史已經給了我們血的教訓。看懂一家公司是好公司和在好價格買入是完全不同的2件事，所以什麼時候買，什麼時候賣，哪個位置是風險最小、潛在回報最大的買入時機，這些問題技術分析能夠幫到你。這也是很多投資者最大的痛點，他們可能花了很多時間研究公司，但最後卻因為買賣點沒掌握好，賺了個寂寞，甚至虧錢離場。為了解決這個問題，我專門開設了一門銀氏技術公益課。這門課的目的非常純粹，就是要把我過去10幾年在市場上實戰總結出來的一套簡單易學、高效的技術分析系統，免費分享給大家。在這門公益課裡，你將會學到如何識別股價的4個階段，學會了這個，你就能從根本上避免追高殺跌。如何找到精準的買賣點，在風險來臨前及時離場。如何做到漲跌都贏？市場不是只有上漲才能賺錢，在市場下跌的趨勢中也能找到獲利的機會。最重要的是，這套方法連10歲的小孩都能學會，它不需要你有多麼複雜的金融背景，只需要你願意花一點時間去學習一套被市場驗證過的正確的方法。
朋友們，看懂 AI 的未來是你的認知，而用正確的時機把你的認知變成賬戶裡實實在在的利潤是你的能力。今天我把提升你認知的內容都分享在了這條影片裡，而我更希望能幫助你去提升你的能力。這個銀氏技術公益課是完全免費的，我希望用它來幫助那些真正想要在市場上建立自己交易系統的朋友。名額有限，邀請你點擊下方資訊欄的鏈接，了解更多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。如果你覺得今天的內容對你有幫助，請記得按讚、分享、訂閱我們的頻道，並打開旁邊的小鈴鐺，因為我會把複雜的經濟和投資理論簡單化的講給你聽，讓你更容易的吸收。我們下期影片再見。